大家好，我是海岩。2011年8月27日的晚上，日本石川县河北市警察局接到了电话报案。报警电话里面说有2个人被沙子给活埋了，赶快来救人呀！救援队赶到现场之后呢，才发现海滩上有一个很大的沙坑，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头朝下被埋在了沙坑里，只有双腿还在沙子外面。救援队花了25分钟才将2个人从沙子里面给挖出来。送到医院之后呢，医院确认2个人因为缺氧窒息已经身亡。这个海滩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沙坑？2个人为什么如此诡异的头朝下埋在沙子里？到底是谁挖的坑？挖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大崎海滩沙坑事件。故事发生在日本石川县的河北市。河北市的北部有一个海滩叫大崎海滩。事件中的2位主角，男的叫山村玉树，出生于1988年9月，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；女的叫李莎，是山村玉树的新婚妻子。2个人是初中同学，山村呢暗恋了李莎很多年了，但直到毕业，玉树将这份爱一直藏在心里。直到2个人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，在一次偶遇当中，2个人再次相见并且相爱。2011年4月，23岁的山村玉树和同岁的李莎在金泽市举行了婚礼。婚后2个人居住在金泽市，像其他新婚夫妇一样，婚后的生活甜蜜而幸福。2011年8月27日的晚上，2个人吃完晚饭之后，李莎就问丈夫要不要去海边去散散步。玉树虽然工作了一天很疲惫，但还是同意了妻子的请求。2个人驾车前往石川县的大崎海滩。那里距离2个人的家只有9公里，开车只需要10分钟。晚上10点，2个人来到了大崎海滩。这是一个野海滩，就是没有被开发的海滩。附近呢没有海滩别墅，也没有店铺，但这样呢更能体验到天然海滩的感觉。他们沿着海边散步，吹着海风，听着海浪轻轻拍打海滩的声音，气氛浪漫。由于附近没有路灯，所以晚上海滩上是比较黑的。2个人用手机的灯光照亮了前方的路。突然脚下沙子开始下陷，2个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一头栽进了沙坑里。这是一个宽 2.4 米深度达到了 2.5 米的大沙坑。更糟糕的是，2个人掉下去的冲击力使周围的沙子也迅速的崩塌，导致2个人的整个上半身都被沙子给覆盖了。李莎掉入沙坑的时候，本能的发出了尖叫，附近的6名年轻人就跑了过来，看到现场的情景之后他们马上进行了施救。但是呢，由于附近没有光源，漆黑一片，而且呢他们也没有工具，只能徒手挖沙子。这个海滩的沙子很干，沙子挖开之后呢会再次滑入坑里面，所以很难挖。这6个年轻人挖了大概45分钟，也没有将2个人救出来。慌忙之中呢，这才拨打了救援电话。救援工作人员来了之后，使用专业的设备，也用了25分钟才将2个人从坑里给弄出来，然后呢将2个人送到了医院。要知道一般人窒息超过5分钟就会丧失意识，停止呼吸，如果超过10分钟的话，就会心脏骤停，大脑受损，最终脑死亡。从2个人掉入坑中到送到医院，足足用了2个小时，早就超出了人类的极限。最终2个人因为窒息而身亡。那么是谁挖了那么大的一个大坑？挖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第2天，也就是8月28日，警方开始调查此案。警方对在场的人员进行询问和调查。当询问参加营救的那6个年轻人的时候呢，警察发现这6个年轻人的神情紧张，说话吞吞吐吐，很是奇怪。于是对这6名年轻人进行了重点的调查和询问。之后呢，警方就得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结果。这6名年轻人和受害者李莎是朋友关系，而这个大坑呢，就是李莎和这6个人一起挖的。而且呢，李莎是整个事件的策划者。那么李莎为什么要挖这个沙坑？为什么要把自己也埋了呢？这事情呢，还要从2天前说起。那天李莎在家里看了一档综艺节目，名字叫《蓝的大秘密》。这是一档整人游戏的节目，其中有一个环节，一名艺人掉进了一个陷阱里，然后周围燃放了烟花。这一幕给李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时呢，李莎就想到了，过几天呢就是丈夫山村玉树的生日了，这是婚后丈夫的第1个生日。李莎想给丈夫一个生日惊喜，她幻想着丈夫掉入坑当中，然后抬头看着夜晚里燃放的烟花，惊喜的样子。
于是呢，李莎就联系了6位好朋友来帮忙。这6位朋友了解情况之后啊，觉得很有趣，于是同意帮助李莎来实施计划。首先他们要选定的地点啊，就是大旗海滩，因为他们觉得这里的沙子比较好挖。另外呢，在海边庆祝生日也比较浪漫。11月27日，也就是事发当天，李莎和6位好友带着铁锹和梯子等工具来到了海滩，开始挖坑。其中李莎是挖坑最卖力的一个，她非常期待着看着丈夫惊喜的那一刻。这个沙坑从中午12点开始挖，众人呢轮流挖，挖了6个小时才挖好了这么一个巨大的沙坑。整个沙坑的宽度2.4米，深2.5米。因为沙坑比较深，为了避免受伤，他们还在坑的底部放了一块垫子，然后呢用蓝色的塑料布盖上洞口，塑料布上再盖上沙子进行伪装。挖坑的过程当中呢，引起了路人的围观。有人曾经提醒他们走的时候别忘了将坑填平，否则会有危险。而李莎他们呢也并没有太在意。这里要说一下，日本的海岸法规定，如果要在海滩上挖深度超过 1.5 米的坑，需要获得海岸管理部门提前批准许可。如果违反法令的话，将会判处最多1年的刑罚，并且需要交纳罚款50万日元。显然李莎他们并不知道这项法律，就算他们知道这个法律，以整人为目的的挖坑申请也不可能会被通过的。李莎和6位朋友为了弄清沙坑的位置，最后做好了标记之后，众人就离开了。李莎回到家中做好晚饭，和丈夫吃过晚饭之后呢，和丈夫就来到了海滩。其他的6位朋友就躲在附近，拿着烟花和礼炮，等待着给2人惊喜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晚上海滩太暗了，李莎无法找到沙坑的具体位置，所以领着丈夫在海滩上来回的走。突然2人踩中了沙坑，也许上面的蓝色塑料布太滑了，2人脚底打滑，身体前倾，同时头朝下栽进了沙坑中。塑料布上的沙子以及周围的沙子一瞬间就将2个人的上半身给埋上了。附近的6位好友听到动静之后赶来，看到2个人头朝下埋在沙子里，也许是因为心虚，或者是因为太害怕，或者呢他们认为凭他们自己几个人的能力就能把2个人给救出来，所以第一时间没有打电话求救。结果花了45分钟也没有将2个人救出，反而耽误了救援的时间，间接害死了这2个人。事发后啊，警方以过失杀人罪和违反海岸法的罪名对李莎和6位好友提起了公诉。此案由金泽市地方检察院受理。法院认为，主要策划的李莎已经身亡，6位好友的出发点只是要给丈夫玉树惊喜啊，并没有故意杀害对方。为了保证安全呢，他们还在沙坑的底部放了垫子。最终6个人因为没有杀人动机而被判无罪。但这事儿呢还没有完。莫名其妙失去儿子的玉树的父母啊，不认同这个审判结果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李莎的父母以及6个人赔偿9100万日元。这官司呢一打就是2年。2014年10月28日，金泽地方法院最终宣判，李莎父母赔偿1030万日元，6名好友赔偿3100万日元，总共是4130万日元，比玉树父母提出的9100万日元少很多。原因是2人掉入沙坑之前呢，曾经围着沙坑转了一圈。丈夫山村玉树啊，很可能已经知道了那是一个陷阱，他为了配合妻子，义无反顾地和妻子一起跳入了沙坑当中。这次事件呢，是因为李莎模仿综艺节目引起的，但是呢，她忽略了很多的细节，这才发生了悲剧。沙子看起来比较柔软，比较轻，但实际上1立方米的沙子的重量就可以达到 1.3 到 1.6 吨。2个人头朝下掉到沙坑当中，因为坑的周围没有加固，四周的沙子呢也同时出现了坍塌。在综艺节目当中，整人那个坑的四周啊都是用木板进行加固，并且四周用了大型的泡沫做缓冲，坑的底部呢也用泡沫进行了缓冲，并且泡沫之间的空隙也比较大，能够增加空气的流通。而事发的海滩沙坑是一个高密度的构造，而且呢挖的这个沙坑太大了，太深了，人掉下去之后一旦被沙子给埋上，根本就动弹不得。最倒霉的是2个人掉下去的时候是头朝下掉下去的，最终呢发生了悲剧。所以很多电视节目或者网络视频里如果有提示请勿模仿，那就千万不要去模仿，会很危险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